我的手从头到尾都还没有放在方向盘上过哦。它这边，哇，它还可以继续驾驶吗？我们看一下，这边有一个超充站啊。好，这边有一台车要倒车出来。Navigate to Trader Joe Chino Hills。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安竹的频道，我是安竹。今天要带大家来测试一下 FSD V12.5.4.1 版的夜间驾驶。那今天我们设的目的地是一个大概10英里左右的距离。那因为天一黑啊，我马上就出来带大家做测试了，所以希望待会路上车子还有一些啊，不然有时候晚上测试难度比较简单的地方就是路上车太少。那不知道现在才7点出头，看看待会路上车多不多。当然，如果我的频道对你的了解特斯拉 FSD 真实试驾表现有帮助的话，记得请在下面帮我按个赞，并且追踪我的频道。同时也要感谢伽马萃光隔热纸赞助今天的影片播出。不要说隔热纸只有白天很重要，其实在晚上它的能见度也是非常重要。我以前是用染色膜的，那自从我换成伽马之后啊，在夜间驾驶感觉是安全许多。好，我们因为现在是到了 V12.5 版，所以我们手完全不用放在方向盘上，只要眼睛时时盯着路况就可以了。那相信镜头可以看到我的脚啊是没有在控制油门、电门或者刹车的。如果我有任何介入的话，我也会跟大家说。OK， 我们第一个刚刚本来想看看它红灯右转表现如何，不过刚好变绿灯了。好，右转不错，没有问题。还记得以前在这个下坡啊，很早期的版本，我一直有遇到很严重的幻影刹车问题。不过经过一个版本更新后呢，这个问题看来已经消失了。但在我上次山路试驾的时候，遇到了蛮多次的幻影刹车。而马斯克也承诺针对 Power 3，大家看到他有警告，但其实我现在眼睛是盯着前方路况要不然我的副驾驶可以作证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还是没侦测到我，所以我稍微手碰一下方向盘，把它给解除掉了。难道是我眼睛真的太小吗？我不知道，但是我发誓我的眼睛真的是看着路况。所以这是我这阵子以来在夜间使用 FSD 有发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它对眼球侦测的能力看起来是比白天要差了许多。那更不用说有些人习惯在夜间驾驶，他会戴着黄色的墨镜啊，搞不好他的表现会再更差一点，就是侦测你眼球的能力会再更差一点，有可能不过即便如此，目前表现是都还蛮良好的，跟白天没什么两样。而特斯拉在上礼拜也突然间开放了全美国可能加拿大也有就是所有用户30天的免费体验 FSD。这是继今年稍早它曾经开放过一次，到了年底，不知道是因为想要再冲一波销量还是怎么样，突然间又再次开放了。不过相信这次大家体验的感觉会比上次要好了许多。在第一次开放的时候，其实负评还蛮多的，因为那个版本真的还不是那么稳定。但相信这个版本会让大部分没有体验过的消费者感到蛮惊艳的。但至于它值不值得8000块美金买断呢？那就交由各位自己决定啦。我自己认为应该现在还是用订阅制的就好，因为我自己是认为它在未来，除非它突然间上到 Level 3甚至 Level 4，不然我认为它应该还有在降价的空间。OK， 它决定在这个地方切换线道。不过你看前面，有时候人类驾驶不一定比较好大家看到刚刚前面这台车，它明明在左转线道，然后突然间打了靠右灯切到右边来。不过美国真的就是这样，一过了下班时间，其实路上车子真的就变很少，但我也没办法，我已经尽我所能了。现在才晚上7点10分而已，路上已经没有什么车了。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特斯拉的 GPS， 它的导航，只要你有付每个月10美金，升级它的网络连线的话，它是可以结合交通状况的，所以自动像我要去的地方，其实平常走高速公路会比较快，
但因为现在高速公路还在塞车，所以他就帮我导走市区一般道路，因此我们今天可能不会遇到什么太复杂的路况。但我们可以看看特斯拉的 FSD 在夜间，尤其其实美国它晚上的照明没有像台湾的市区那么明亮啊，所以我们可以看看它在特别昏暗，甚至是完全没有灯光的环境，它的表现如何。好，这边来了一个红灯右转，其实现在我们可以走了，因为很明显我们的前方的车他们是左转啊，所以我们是非常安全的。好，他没有等太久就右转了，还不错。希望在这一趟大约只有10英里的路程里，我可以不用做任何的介入哦。虽然是晚上，刚刚那个我不知道算不算啊，就是他没辨识到我的眼球，交由各位观众自己决定。OK， 一变绿灯，我们马上起步，反应也算是蛮快的，跟旁边车辆是差不多。前面有车子出来哦，不过它其实出来的速度有点慢。我们车子很聪明的换了个线道。那在这个版本其实进到 12.5 版，我有感觉它在起步的时候是特别的果断啊。不过很多刚收到30天体验的朋友，他们的反馈是在市区驾驶的时候，它的速度上不太去，不管你限速多少，它常常达不到我们希望到的速度。那在过去几个版本也有这种情况，不过其实现在已经比以前要好很多了。我把它画面给放大一点 ，OK。大部分的时候感觉真的很像一般人在驾驶哦。现在其实总体而言，98%甚至99%的时间，它的表现其实是还蛮稳定的。但是今天白天的时候，我在使用它出现过几次莫名其妙的，突然间要我接管，但是我没有录下来啦，没有录影，所以即便这个版本也还没有说到非常完美，每个版本总是会遇到一些小 bug 的啊。为了避免有人说没影片没真相，所以我隔天特别出门的时候，顺便录了一段影。在这段路上呢，就发生了2次这种紧急需要我接管的情况，大家帮我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看他们真的普遍都删除。你看，就是这时候毫无警告，突然间就 take over，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了。就是他现在有车跟他都不会怎样。有什么？有车跟在前面的时候他都不会怎样。他如果前面，你看又来，而且突然间刹车，我真的是。你看，这没有 stop sign 了吧？我根本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情况，已经一趟路已经2次了。我还是看到他有车跟不会怎样的。不过我们今天主要试驾的目的是想了解夜间驾驶能力，但还是要让大家知道 V12.5.4.1 版是有这样的问题存在。不知道各位观众，你们的 FSD 有遇到跟我一样的状况吗？欢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哦。好像这边其实路面的灯光就已经挺暗的了。好，前方车稍微多了一点，看看会不会有什么比较复杂的路况出现。其实这边的地上线没有到很明显，加上施工啊，不过因为前方有车可以跟，它表现得非常不错。好，前方进入了施工区。我的手从头到尾都还没有放在方向盘上过哦，它这边哇哦，最后一刻决定靠向右线道。我刚瞥了一眼啊，右后方没有来车，所以不过确实是有吓一跳，因为他判断的有点最后1秒啊。但这真的很像老司机在开车的感觉哦，即便是晚上。另外有观众在我上支试驾的影片下留言问我啊，我在出发之前会不会清洁镜头？有的，我在出发之前会把镜头上面的脏污给擦一下，避免出现说它因为视野不佳 FSD 没有办法进行的情况。所以不知道各位观众看到目前感觉怎么样呢？其实光刚刚那个最后1秒的换线就可以看得出来，它比以前要熟练非常多啊。不过可能每个人驾驶习惯不同啊，像我自己在那个情况，我应该已经提早慢下来了，不会跟前车跟得那么紧那么快。
不过或许他早就判断右后方没有来车啦，所以也许在他掌握之中，我也不知道。过路口前他稍稍减速了一下，前方一样这台车出来的速度又是有点慢。OK， 他又准备要换线，所以看到他现在的驾驶表现真的跟真人驾驶越来越接近了。再强调一次哦，除了刚刚的没有侦测到我眼球的那一次手有碰方向盘之外，我到目前手都还没有碰过方向盘。好，这边蛮有趣的，虽然前面绿灯，但是因为旁边我们看到右边车道车流比较多，它其实也跟着就慢下来了，所以它防卫驾驶的意识还是有的哦，而不是看到前方绿灯，它就是照着自己的速度继续直行。不过开到目前为止，我感觉啊，这个路况对他而言可能稍微简单了一点。好，这边是完全漆黑的路段，连路灯都没有。那严格来讲，我前方是没有车啊，我这个线道前方没有车。我们看看它的表现如何，希望不要出现任何的幻影刹车。这边真的路边一盏灯都没有，有的就只有车灯而已。就像我说的，我们的速度其实是偏慢的，因为这边限速55英里，但我们只开到53，而且我的眼睛已经死死的盯着路上了，但是它还是侦测不到。好，我用手再度介入一次，碰了一下方向盘。我们后面车子是跟的离我们蛮近的，因为我们其实在内侧车道。不过在驾驶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有的就是它车内摄影机。也许是我眼睛太小的关系啦，不能怪他，是这么说吗？但整体而言，刚刚那一段完全漆黑的路段，它的表现也算是蛮平稳的，至少在驾驶上啊，它的表现是蛮平稳的。那不知道各位观众，你们看完特斯拉无人计程车的发表活动后，搭配上你们现在看到的，不管是它在市区道路、山路以及现在夜间驾驶的表现，你们觉得特斯拉离真正的无人自动驾驶还多远呢？欢迎大家也可以在影片下面留下你的想法。那其实蛮快的哦，我们好像快要到目的地了，剩2英里就抵达了。OK， 一样，一绿灯，我们马上就起步了，反应非常快。你看它的加速，真的没有在犹豫的哦，直接就是踩到，也很奇怪。你看这边它就速度来到了快50英里，虽然这边限速是45，所以有时候也是有点搞不懂它哦。好，这个红灯的减速又变绿灯的加速，算处理的蛮平顺的，感觉跟真人驾驶真的是蛮像的。所以总的来说，它的夜间表现也还算不错，除了几个小瑕疵啦，这个驾驶上问题不大，就是功能性上针对眼球辨识的部分，可能还需要有一点改进。但这个瑕不掩瑜啊，整段试驾过程我们已经快要到目的地了，驾驶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你看，我们一换到右线，我们左边马上有车要超车，因为它速度其实在美国驾驶习惯来说是偏慢的。那当然，我也可以踩一下电门帮它提个速啦，这也是我现在使用 FSD 时最常做的介入了。但因为今天要拍影片，所以我就尽可能不要去介入它。好了，非常快，我们转个弯，即将要抵达我们的目的地。我们看看它有没有办法帮我们带到停车场。OK， 前面一个右转，可以看到它也辨识到旁边路边有一个人牵着脚踏车，然后这边马上要靠左，后方没车。好了，我们已经抵达目的地 Trader Joe 的路口了，所以我想这一趟算是还蛮成功了吧。我中间只有介入2次啦，但是那是因为它侦测不到我的眼球，所以我手去稍微碰了一下方向盘，刹车跟电门的部分我是完全没有介入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这一段它的夜间驾驶表现，应该给它打几分呢？欢迎大家可以在影片下面留下你的看法。最后还要提醒各位，在美国有设安码的朋友，记得附图送的 NVIDIA 股票千万别错过啦！只要新开户入金5000块美金60天以上，除了可以抽15股股票之外，它还直接再送你1股的 NVIDIA。另外前3个月再给你8.1%的超高利息。所以这么好的优惠，大家千万别错过了。最后我们再看看它进到停车场之后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的话，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喽。好，现在准备左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最后这个弯感觉稍微有点犹豫，稍微撇了一下。OK， 他叫我们右转，他还可以继续驾驶吗？我们看一下，这边有一个超充站啊。好，这边有一台车要倒车出来，它有侦测到绕过去，但是贴得非常近，所以它已经抵达目的地了。那接下来就我接手啦。好了，我们就下次的影片见喽！感谢各位有帮我按赞以及follow我频道的朋友，大家晚安。